大家好，这里是中国简报，2023年3月8日，我们为您带来全球权威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权威独家分析。如果我们的内容对您有价值，请订阅我们的内容。中国城市3月初气温创历史新高。Reuters 根据中国气象局的数据，中国10几个主要城市的季节性气温已经达到创纪录的水准。有些地区的气温比正常水准高出10摄氏度。武汉地处长江中游，3月7日气温26摄氏度，比3月初长期平均水准高出12度。该局最近警告说，由于气候变化，2030年将出现另一年的极端天气，并补充说，今年的平均降雨量比正常水准低 3.9%。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高荣表示，天气模式的变化也意味着长江以南许多地区的春天来得很早。与此同时，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预计水位将进一步下降，在夏季干旱之后已经接近历史最低水准。研究乌克兰战争，中国军方担心美国导弹星链。Reuters 作为其国防战略的一部分，中国正在研究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斗争，特别关注其导弹能力和卫星网络的使用。路透社对20多家国防期刊上近100篇文章的审查发现，中国军工联合体的研究人员正在仔细研究美国武器和技术的影响，这些武器和技术可以在台湾战争中针对中国军队部署。2名武官和另一名熟悉中国国防研究的外交官表示，由习近平主席领导的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最终制定和指导研究需求。从大量材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乌克兰是军方领导层想要抓住的机会。几篇文章分析了乌克兰抵抗力量的力量，包括特种部队在俄罗斯境内的破坏行动，使用 Telegram 应用程式利用民用情报，以及马里乌波尔 Azovstal 钢铁厂的防御。在战场之外，这项工作涵盖了资讯战。研究人员得出结论，乌克兰及其盟国赢得了资讯战。他说，中国应该促进认知对抗平台的建设，并加强对社交媒体的控制，以防止西方资讯运动在冲突期间影响其人民。鲍威尔鹰派言论后，亚洲股市暴跌。Reuters 亚太地区股市周三大幅下跌。此前，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的鹰派言论提出了美国央行将恢复大幅加息，以试图控制价格的可能性。鲍威尔在国会举行的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证词中表示，美联储可能需要加息超过预期，以应对近期强劲的数据。这些言论导致美国股市下跌，亚太股市紧随其后。MSCI 日本以外最广泛的亚太股票指数下跌 1.45%， 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1.4%。市场一直在猜测，自美联储去年2次加息以来，美联储可能会推动更大规模的加息，导致人们担心美联储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进一步加息。美国放宽对来自中国的旅行者检测规定。AP 美联社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计划最早在4月23日星期五修订针对中国游客的 COVID-19 检测规定。消息人士指出，美国和中国的 COVID-19 病例数、住院人数和死亡人数的下降，以及更有效的病毒数据的可用性，导致了该提案。美国一直担心中国卫生当局没有准确记录病例，并于2020年12月实施了更严厉的检测措施。修订后的旅行要求是在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中国最高外交官杨洁篪在阿拉斯加会晤之后进行的。鲍威尔将美元推至3个月高位。Reuters 美国金融监管机构美联储警告说，控制通胀可能需要高于预期的利率，从而引起货币波动。在亚洲，美元对日元攀升至今年最高点，触及 137.49 日元，隔夜对欧元飙升 1.2%， 创下5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衡量美元对一篮子6种主要货币表现的美元指数隔夜上涨 1.3%， 达到3个月来的最高水准，达到 105.65 点。与此同时，澳元也受到冲击，因为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的鹰派态度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的温和态度形成鲜明对比。俄罗斯表示正在考虑挑战美国提名的世界银行行长。Reuters 俄罗斯代表警告说，俄罗斯正在与盟国协商，
挑战美国总统拜登对世界银行行长的提名。代表俄罗斯和叙利亚的世界银行执行董事罗曼·马沙文 （Roman Marshavan） 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关于潜在候选人的讨论仍在进行中，包括俄罗斯金融家、外国经济学家和国际组织前负责人。尽管世界银行去年停止了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专案，但俄罗斯仍然是有投票权的成员。然而，被拜登总统提名接替大卫·马律帕斯的前万事达卡首席执行官阿贾伊·班加 （Ajay Banga） 受到了法国、德国、肯亚和印度的赞扬。所有这些国家似乎都在支持美国的选择，尽管其他国家有可能在3月29日之前提交提名，但拜登的提名人仍然是最受欢迎的候选人。斯里兰卡在中国支持后达成29亿美元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Nikkei Asia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预计将于3月20日批准对斯里兰卡的29亿美元救助。此前，斯里兰卡主要双边债权人，包括中国和印度，将提供支援。总统拉尼尔·维克勒马辛哈说，有迹象表明经济正在改善，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交易至关重要，因此其他债权人也可以开始释放资金。到2029年，斯里兰卡平均每年要偿还60亿美元，仅欠中国进出口银行28.3亿美元。中国外交部长秦刚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建设性的方式参与解决国际债务问题，因为西方指责他给其他国家造成了债务陷阱。中国人民银行官员表示，中国房地产行业正在好转。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中国人民银行 PBOC 表示，在大型房地产开发商在2021年第4季度通过贷款和债券筹集了330亿美元之后，该国的房地产市场正在复苏，而房地产开发商的销售额在此期间同比增长 22%。 在同一时期，即2021年9月至12月期间，中国人民银行还发放了2300亿元人民币330亿美元的开发商贷款。这一努力将包括继续降低抵押贷款利率以刺激销售。重庆特大城市一直是效仿的地方当局之一，去年12月透露，移民可以从与当地人相同的抵押贷款政策中受益。高科技产业中心东莞也取消了对个人买家的禁令。据说，由于城市化进程，对更好住房的需求仍在上升，这使得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尽管面临逆风，但仍然令人兴奋。G20 才常放弃联合声明，也为中国支持俄罗斯。Nikkei Asia 在20国集团 G20 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结束最新会议而没有发表联合声明后，美国称中国为异常值。此举是在中国与其他国家就领土主张和南中国海冲突等问题应发表评论存在分歧之后采取的。人们希望 G20 会议能够就促进全球增长的具体行动达成一致。最近缺乏协定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最近几个月举行会议之后发生的。在这些会议上越来越难以找到共同点。菲律宾敦促中国停止激光瞄准船只后的挑衅行为。Nikkei Asia 菲律宾在指责其海警使用雷射破坏向南中国海部队运送物资的任务后，呼吁中国军方表现出克制。2月6日，一艘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船只在向驻扎在有争议的第2趟马斯浅滩的部队运送食物和补给品时，将军用极雷射对准该船，使一艘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船只暂时失明，船员处于危险之中。菲律宾军方呼吁中国限制其军队采取任何挑衅行为，他们声称这些行为使生命处于危险之中。所谓的行动是一长串事件中的最新一起。中国被指控在争议水域以侵略和军事化的方式行事，这些水域正在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航道。上周，菲律宾政府允许美国进入更多的军事基地，声称中国破坏了地区稳定并加剧了紧张局势。美国在所罗门群岛开设大使馆以对抗中国。Nikkei Asia 美国在所罗门群岛重新开设了大使馆，以对抗中国在太平洋的影响力。新大使馆由一个小团队组成，包括一名临时代办和国务院工作人员以及当地雇员。近年来，该国一直是2个大国之间推拉的场所，
在美国试图通过捐赠 COVID-19 疫苗和投资林业和旅游专案来加强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的背景下，中国与所罗门群岛达成了一项安全协定。美国国务院去年年底通知立法者，由于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重新开放所罗门群岛大使馆是一个优先事项。中华人民共和国积极寻求与所罗门群岛的政治和商业精英接触，利用熟悉的奢侈承诺、潜在的昂贵基础设施贷款和潜在危险的债务水准。该部门表示，主要竞争对手中国和印度进入同一孟加拉国港口。Nikkei Asia， 中国和印度都通过表达对同一港口投资的兴趣来争夺在孟加拉国的影响力。孟加拉国第二大港口蒙拉是两国的目标，承诺投资数亿美元。中国和印度多年来一直在关注该设施，但尚未兑现承诺。塔利班通过新的中国石油协议与美国竞争对手建立联系。Nikkei Asia， 塔利班领导的阿富汗政府与中国公司新疆中亚石油和天然气公司 KAPIC 签署了一份为期25年的石油开采合同。这是该国自2021年8月塔利班掌权以来的首笔重大国际资源开发协定。该协定是与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建立新经济关系的努力的一部分，以结束阿富汗的国际孤立。根据协定， KAPIC 预计将在第一年在阿富汗投资 1.5 亿美元，并在3年内在该国投资 5.4 亿美元。这笔交易是在抗议该组织的人权记录和对该国国债的担忧之际达成的。塔利班自掌权以来一直试图吸引国际投资者，希望证明它可以有效治理并维持稳定。该组织承诺尊重财产权，并一再强调促进该国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性。2023年达沃斯，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农历年开始。Nikkei Asia， 未来一周将包括大量的金融和政府事件。亮点是，周一在达沃斯开幕的世界经济论坛，中国的 GDP 数据将于周二公布，朝鲜将于周三召开最高人民会议，澳门法院将对中介人老板周永康作出判决，泰国周四开放 Bangsu Grand Station， 周五日本将公布12月消费者通胀数据。周末，华人将庆祝兔年，中国大陆和香港的股票市场将关闭至周五，以庆祝农历新年。总统说，厄瓜多与中国达成贸易协定。Nikkei Asia， 厄瓜多与中国缔结了一项自由贸易协定，预计将促进出口及其工业部门。吉列尔莫·拉索总统周二通过推特宣布了该协定，并指出这是2023年开始的好消息。除铜虾外，厄瓜多还向中国出口鱼粉、香蕉和花卉。自2019年以来，双方一直在进行谈判，据信谈判的中心是农产品、铜、贸易便利化和环境合作。根据新协定，公有物流公司瑟万提斯将取代苏伊士运河航线，取代太平洋上的一个名为中欧的运输平台。专家认为，自由贸易协定可能是对厄瓜多因疫情而加剧的经济挑战的回应，包括外国投资水准下降和 GDP 下降。此举也有可能帮助中国经济。中国经济一直在努力应对供应链中断和国内需求疲软的影响。该协定紧随1月5日生效的中国东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之后，该协定创建了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从战略上讲，这笔交易还可能有助于中国在南美与美国竞争影响力。这不是厄瓜多与中国达成的第一项贸易协定，第一项贸易协定可以追溯到2010年。厄瓜多于2019年退出了安第斯贸易促进和根除毒品法案，该法案使该国能购免关税进入美国市场。厄瓜多是第一个向中国出口虾的国家，现在供应该国消费的虾的近1/3。作为该交易的一部分，中国公司中国水电还将收购厄瓜多国有电力公司的股份，使其能够参与发电和输电专案。美国国际能源咨询公司 Goldwins 表示，实现该协定可能需要数年时间，并表示，虽然中国尚未公布其对厄瓜多的经济目标，但该协定可能导致一个带有民用码头的两用港口用于商业用途，而军事方面可能被中国用来扩大其对太平洋的战略控制。尼泊尔新任总理旨在平衡印中关系与经济重点。Nikkei Asia， 由前毛派反叛领导人普什巴·卡麦勒·达哈尔 Pushpa Kamal Dahal
领导的尼泊尔新政府旨在平衡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关系，以寻求经济增长。随着印度和中国继续在整个地区竞争，这一政策可能成为一个挑战。达哈尔出人意料的任命，这是他的第3个任期。在议会结果悬而未决之后，前总理卡德加、普拉萨德、夏尔马、奥利被认为是亲中国的。这2个超级大国向尼泊尔提供了数十亿美元。尼泊尔是一个天生富裕的国家，具有发电潜力。尽管它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该国需要在提高产量的同时重建与投资者和企业的信任。被信使核糖核酸疫苗吸引到澳门、香港的中国游客 Nikkei Asia， 来自中国大陆的居民正在前往澳门接种疫苗，因为中国尚未开发自己的 mRNA 疫苗，也没有批准为其公民提供外国 mRNA 疫苗。与此同时，邻近的香港放宽了允许游客接种 mRNA 疫苗的规定。这2个地区都提供 BioNTech 疫苗接种。该州的疫苗监管机构最近允许德国侨民接受。随着中国各地疫苗推广缓慢，一些观察人士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海外寻求接种疫苗，缺乏 mRNA 疫苗使居民对中国的疫苗工作持怀疑态度。然而，该国已经批准了科兴生物技术和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等公司的疫苗。根据最近的研究报告表明，许多中国人不愿意接种这些疫苗，因为它们的效力低于 mRNA 疫苗。中国现在正在向其他国家出口疫苗，包括玻利维亚、印尼和巴西。除了与阿联酋、埃及和土耳其的现有协定外，中国还签署了提供大量疫苗接种的协定。然而，有报道称人们不愿意接种中国疫苗，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它们不如外国疫苗有效。纽西兰对中国轻声细语。Nikkei Asia， 纽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 Jacinda Ardern 上个月在曼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期间，习近平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讨论了2国之间的持续合作，同时也解决了持续存在的争议问题。主题包括新疆、香港、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这次会议正值纽西兰和中国的关系因惠灵顿参与五眼情报联盟、支持台湾以及决定阻止一些中国科技公司购买设备而变得紧张之际。去年，纽西兰情报机构也警告说，中国对该国政治制度的影响力和干预越来越大。阿德恩强调了继续沟通的重要性，然而，这是总理在他9个月的执政期间首次提出对新疆和香港的担忧。女性亿万富翁的背后，中国在性别平等方面倒退。Nikkei Asia， 中国现在拥有世界上2/3的白手起家的女性亿万富翁。中国曾经以拥有最先进的女权蓝图而闻名，现在却是新一代女企业家的家园。她们在快速增长的经济中成功地开拓了自己的财富。赌场大亨永利免于美国注册为中国代理商。Nikkei Asia， 赌场开发商史蒂夫·韦恩 （Steven） 被美国司法部起诉，声称他应该注册为外国代理人。现在联邦法官驳回了此案。据说永利在唐纳德·特朗普担任主席期间，代表中国政府进行了游说工作。然而，永利的律师辩称，他们不能强迫他注册为外国代理人，因为与中国政府的任何关系都在2017年结束。尽管被解雇，但司法部表示，他致力于执行法律，要求任何代表外国政府或实体进行游说的人向美国政府注册他们的工作。该案指控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前财政主席永利于2017年游说时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及其政府成员将一名在美国寻求政治庇护的中国公民驱逐出美国。据说游说是代表中国政府高级官员进行的，其中包括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他招募永利说明阻止这名中国男子获得新的美国签证。永利案是美国司法部30多年来首次提起此类案件。他的律师一直坚称，他从未充当过中国政府的代理人，也从未代表中国政府进行游说。永利在2018年否认了性行为不端的指控，在多名女性提出指控后，他辞去了永利度假村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的职务。所罗门群岛警方赴华接受培训。Nikkei Asia， 来自所罗门群岛的32名警官飞往中国接受警务技术培训，并提高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自两国今年早些时候签署安全协议以来，
中国一直在为所罗门群岛的远景提供公共秩序管理培训。这一协定引起了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强烈关注，两国传统上都提供警务支持。美国现在正在寻求通过向所罗门群岛派遣联邦调查局执法队来对抗中国的影响力。美国警告中国在第一个太平洋岛国战略中存在威胁。Nikkei Asia， 美国白宫发布了首个与太平洋岛国有关的战略，旨在加强美国更广泛的印太方针，并对抗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该战略强调气候变化等问题、无管制的捕鱼等海洋问题，以及随着美国日益受到太平洋地缘政治竞争的影响，扩大美国在该地区的外交存在。澳门赌场分享中国绿灯旅行团激增。Nikkei Asia， 在有消息传出后，中国允许主要旅行团返回受疫情影响的地区后，澳门赌场运营商的股价飙升。金沙中国、澳博控股、永利澳门等香港上市公司领涨，金沙中国股价大涨 15.65%， 竞争对手澳博控股上涨 11.57%， 永利澳门股价上涨 11.06%。银河娱乐和米高梅中国也是攀升的公司之一。这一宣布对该地区的经济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该地区在 COVID-19 大流行之后一直在苦苦挣扎。在疫情爆发之前，澳门博彩业越来越依赖中国游客，中国游客约占该市游客的 90%。随着旅行团的回归，业界希望挽回疫情期间遭受的部分损失。澳门的博彩业近年来也面临其他挑战，例如临近香港的抗议活动以及中美贸易战，导致来自内地的 VIP 赌徒减少。然而，该行业在2020年仍创造了928亿澳门元，116亿美元的收入。大众市场游戏首次超过 VIP 游戏。最新消息为该行业提供了可喜的推动力，并表明它可能正在复苏的道路上。中国抨击印度重申对不丹自然公园的主张。Nikkei Asia， 中国重申了对不丹萨克腾野生动物保护区的领土主张。一些人认为此举是向印度发出的边界争端资讯。野生动物保护区位于不丹东部地区，与中国和印度接壤，但中国和不丹之间的边界尚未划定。蒙古的经济陷入中国、俄罗斯和美国之间。Nikkei Asia， 蒙古总理乌赫纳吉因·库勒苏克 （Buknadin Kurosuk） 尽管与 COVID-19 疫情和陷入困境的经济做斗争，但仍取得了巨大的选举胜利。他的执政党蒙古人民党赢得了议会76个席位中的62个席位，高于44个席位，并获得了超过 80% 的选票。自1990年蒙古向民主过渡以来， MPP 在该国掌权了5年。除了控制立法机构外，该党还在该国除一个城市和省份以外的所有城市和省份中拥有绝对多数。Kurosuk 的成功主要归功于他为应对蒙古的 COVID-19 危机而采取的措施。蒙古在大流行期间仅遭受了约300例病例，没有死亡。尽管发生了大流行，但总理还推动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基础设施计划，包括扩建铁路、公路和机场，这有助于创造就业机会并提振该国陷入困境的采矿业。尽管该国的债务已经螺旋式上升。MPP 此前一直在努力获得大量选民的支援。Kurosuk 不被认为是赢得选举的支援者。蒙古人民党似乎将增加其在该地区的权力。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将经贸合作、空间技术和基础设施连通性列为潜在的合作领域。然而，该党的胜利也将吸引俄罗斯和美国的兴趣。这两个国家都对该国丰富的矿产资源有助长期的利益。这次选举也表明了蒙古对民主进程和制度的承诺，也为包括来自欧盟、美国、日本和中国在内的所有60名国际观察员都宣布民意调查是自由、公开和透明的。越南是罚款拜尔首席执行官南海9段线地图。Nikkei Asia， 拜尔越南首席执行官 Lynette Mo Yulin 可能因传播非法资讯而被罚款高达7000万越南盾（3000美元）。也为传播包括中国9段线在内的南海地图的非法资讯，中国用它来标记其对该地区的主张。中国一直在南海地区建造人工岛屿，尽管包括越南、菲律宾和台湾在内的国家提出了其他领土主张。新南海紧张局势在大流行中使马尼拉和河内感到不安。
Nikkei Asia。中国政府在菲律宾占领的准将礁附近与一艘菲律宾海军舰艇相遇时，宣称对南中国海及其岛屿拥有主权。随着中国与几个东南亚国家之间对该地区主张提出异议的紧张局势继续加剧，国际政府越来越多地参与其中。美国军方在海域上空建立了空中巡逻。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拒绝美国呼吁对抗中国。Nikkei Asia。美国国务卿麦克·蓬佩奥 （Mike Pompeo） 在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期间批评中国对待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方式，但得到了两国的冷淡回应。蓬佩奥提到中国在新疆西部拘留了至少100万维吾尔族穆斯林，并指责北京利用其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中国官员否认蓬佩奥关于虐待的说法，并指责他散布诽谤。尽管蓬佩奥提出了批评，但这两个中亚国家近年来都寻求与中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因为他们面临经济困难，并寻求与世界第2大经济体建立更密切的投资关系。蓬佩奥对中国的批评是在两国之间持续的贸易紧张局势以及美国努力与中亚国家建立联盟之际发生的。中国认为中亚国家是其势力范围的一部分。在哈萨克斯坦期间，蓬佩奥还与哈萨克官员就加强能源合作和美国对该国石油部门的投资进行了交谈。乌兹别克政府一直在寻求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最初寻求与俄罗斯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但近年来已将重点转移到中国，重点是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和吸引对该国纺织和制药行业的投资。中国放弃110亿美元锚以扩大海上丝绸之路。Nikkei Asia。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中国企业已向海外港口投资约110亿美元。该倡议旨在进入世界各地的战略海事地点。根据日经新闻查阅的公开档，2010年至2018年12月期间，中国公司在18个国家投资了25个港口专案。尽管有些专案遇到了麻烦，但大多数专案都取得了成功。“一带一路”计划旨在改善整个亚洲的基础设施，并为中国提供更大的地缘政治力量。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分析和政策简报。我们的团队汇总、综合和总结来自各种来源的最重要信息，包括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易于访问且非常有价值的信息。这些信息是根据您的特定兴趣领域量身定制的。我们了解中国相关的最新发展的重要性，并旨在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访问我们的网站 http://6do.world， 加入对话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和发展。谢谢大家收看，欢迎给我们节目点赞。